We do have one more thing. Apple Vision Pro. 现在开始攒钱。苹果这周发布了 Apple Vision Pro， 宣布了从 Mac 的 Personal Computing 到 iPhone 的 Mobile Computing， 一直到现在第3世代 Vision 的 Spatial Computing。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款新产品，因为这个产品已经发布几天了，所以我们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到底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Vision Pro 是一款混合现实头戴设备，包括了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简单的说，就是用户使用时既感觉自己在所处的现实空间，又感觉在一个虚拟空间。Vision Pro 操作系统是 Vision OS， 兼容所有 iOS 和 PadOS 的软件。用户通过双眼、双手和声音来操控设备，也可以外接蓝牙设备，比如 Magic Keyboard。Vision Pro 是 Micro LED 的屏幕。双芯片设计 M2 和 R1， 机器含有12个相机、5个传感器和6个麦克风。接入电源时可以全天使用，电池续航为2小时。全新的 Optical ID 通过虹膜解锁，起售价为3499美元，明年初美国上市，稍晚更多国家和地区上市。机器介绍完毕，我想说几点我的想法。首先，我觉得这才是一台头戴式设备该有的样子。说的是该有的样子，倒也不是说苹果一定把这台设备做得有多么的完美。而是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把机器做到这种程度，而不是那种程度，然后才比较合适拿出来卖。当然我知道，如果每个公司都把产品打磨到这种程度才拿出来发布的话，可能很多公司等不到发布就已经破产了。但是对我来说，至少要把产品做到这种程度，我才会开始认真的思考它的真实的一些使用场景，以及会有冲动来为它买单。所以接下来我想分享几点我能想到的 Vision Pro 的使用场景。Vision Pro 给我最打动的一点就是它的影音娱乐功能，可以随意调整大小的 4K 巨幕，支持空间音频，而且还可以看 3D 电影。这妥妥的就是一个私人影院啊，而且是可移动便携式的那一种。当然我知道$3000多的价格确实也是不便宜。但是想一下，在现实中，如果要买一个投影仪、一个幕布、一个不错的音响，可能要的花费也不少了。而且还要加一点，如果在家里面要布置这么一个私人影院，这个房价好像也是挺高不可攀的。从这个角度一想的话，好像还挺值。更何况 Vision Pro 在顶级硬件的条件下，视频内容也一点都不拉胯。这次的发布会中，迪士尼的 CEO 就发布了和苹果的合作，表示 Vision Pro 只要一上市就会有影音资源的支持，至少会有 Apple TV 和 Disney Plus 的资源来打底，而且也不需要考虑资源兼容的问题，毕竟他们都是为 Vision Pro 量身打造的。只能说苹果在商业合作上面确实还是有一手的。这个功能最让我遐想的部分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带上它。只不过如果是做国际飞行的话，不知道要带多少块电池才足够使用呢？办公功能很炫酷，很有科技感，但是就是没有让我那么动心就对了。那么大且高清的屏幕是挺不错的，但只不过我现在的办公设备也完全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我不会光是为了大一点的屏幕而多支付那$3000多的价格。当然了，如果公司愿意给我掏这个钱的话，我还是不会拒绝的。只不过如果我戴上这个头套，估计我的老板就看不出我到底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摸鱼了，所以大概率他也是不会愿意为我掏这个钱的。另外一个让我想到的功能就是 Vision Pro 如果能够作为一个实时翻译机的话，那就很实用了。因为我前几天呢参加了一场澳洲公司和国内公司的会议，当时的情况就是一方发言完要等翻译把话翻译过去之后，再等对面回复并且进行翻译，所以整个会议的过程呢感觉就没那么丝滑。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参会的人每个人都带着 Vision Pro， 会议中对方在讲话的同时，字幕就实时显示在你眼前，那我相信这个会议的整个流程和效果就会好很多。不仅可以提升效率，更重要的是整个参会的观感就不再是断断续续的，我想这也对于两方达成合作的话更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把很多设计给实体化，比如通过混合现实，团队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一条生产线是如何被设计、改装进行组造的。如果这个效果真的有够好的话，那可以切切实实的省下很多在生产线设计和安装流程当中所产生的费用。当然这个功能并不是苹果的 Vision Pro 所独有的，而是混合现实这个技术本身的价值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个混合现实很大的价值并没有在生活中看到很多的应用，我想可能是它在真正推进的时候还是有什么难点。不知道在苹果加入了这一领域之后，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价值给真正的推到实用。
在游戏上，苹果也宣布了 Apple Arcade 会支持 Vision OS， 但是我因为本身对 Arcade 里面的游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这一点的宣布呢，我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的。不过这场 WWDC 在游戏上最大的亮点，我相信是小岛秀夫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宣布了他会把死亡搁浅移植到 macOS 上吧。如果能够更进一步把这个游戏给移植到 Vision OS 上的话，那就是太好了。毕竟 PS 的最大一个痛点就是不是随时随地想玩就能玩。而索尼在5月份的时候呢，也宣布了他们自家 Project Q， 说下半年会发布索尼的移动游戏设备，能通过 WiFi 连上 PS5 来随时随地进行游戏。这个虽然便利，但是我想应该还是比不上能够随时随地在大屏幕上玩 3A 巨作的体验来的爽吧。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大作来支持。说到游戏，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苹果在整场发布会都没有提到任何的传统 VR 游戏，我觉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苹果在短期内是没有这一块的计划的。想想光是给 macOS 移植游戏就够苹果忙上好一阵了吧，这在短期内其实还是蛮可惜的，因为 Vision Pro 是有精确的手势操作，如果拿来玩游戏的话，我想体验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缺少了手柄，也就意味着缺少了震动反馈这样的功能。如果未来苹果真的也打算在 Vision Pro 上给游戏发力的话，如何解决这个痛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整场发布会下来，我对 Vision Pro 最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有点不适的功能，就是它的视频和照片浏览。在苹果的宣传片中，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带着不知道多重，因为苹果整场都没有提到重量的头显，一张张的刷着照片，时不时还把它放大，在后面还在观看孩子的视频。这样的场景，我个人只在末日科幻电影当中看过。用 Vision Pro 来进行视频拍摄，其实也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点。苹果说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记录下当下的美好，然后在日后进行重温。但是这和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可不一样哦。要进行这个拍摄，你就得带上这个不知道有多重，因为苹果全场都没有提起它重量的头显。我的疑问就是，既然是重要的时光，那在当下你为什么不全心全意地享受这个时光，而是在考虑日后来重温它呢？而且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吗？老爸，你带这个什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不一起和我们来玩呢？当然，在未来，说不定等 Vision Pro 这样的设备真的普及了之后，也许人们也能像现在适应了相机和手机一样，很快的适应这个新的设备呢。但是我也觉得这还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悖论。活在当下和记录当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呢？最后我也想聊聊看完发布会之后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几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伤眼吗？因为无论是办公还是娱乐，这台设备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长时间的盯着这个和你眼睛距离非常近的屏幕。那这款设备对于眼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而且很有趣的是，同一场发布会 watchOS 10才刚刚讨论了近视眼的问题。全球现在大约有30%的人口患有近视眼，而这个数字在2050年将会达到50%。而防治近视眼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白天多待在户外，另一大方法就是增加眼睛和屏幕之间的距离。而这两点好像都是和 Vision Pro 的设计初衷所相悖的。如果 Vision Pro 真的成为了一款成功并且流行的产品，有很多人使用它、佩戴它，那会不会在2050年的时候就将有不止一半的人口患有近视眼了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关于视力的，那就是像我这样的近视眼，在佩戴这款设备的时候，是需要在 Vision Pro 上另外配一款蔡司所定制的镜片的。那不知道到时候这额外的一副镜片的价格会怎么样呢？另外，近视眼的镜片都是处方的，在配置的时候又会不会有什么额外的手续或者麻烦呢？还有一个疑问，可能有点会扯远了，那就是苹果在发布会里对于隐私的承诺，反而让我对混合现实这个行业充满了担忧。 Where you look is very personal.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搜集用户的隐私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了解用户的习惯、喜好，从而用于各种各样的用途，包括大家一直都怀疑的手机听筒可以监听你，然后给你推送你喜欢的内容，以及家里的摄像头会时不时的自动开启，记录一些你家里的情况等等。但是眼睛的移动，这似乎又上升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了。It can give away something about what you're thinking. 因为不像看短视频或者图片，这些选择都是经过用户思考之后再通过手指摁上去的。眼睛的移动几乎是下意识的，直接反映出了用户最深层的欲望。苹果承认了这件事情，而且会承诺保护好用户的隐私。
我们姑且先相信苹果是能够做好隐私这一块的，但是生产可穿戴设备的公司不止苹果一家，那别的公司呢？整个混合现实行业呢？这似乎并不是一件靠企业良心就可以管控的事情。无论如何，再多疑问，再多担忧，科技的脚步可能被减缓，但是在资本的力量下，绝不可能停滞不前。新的未来一定会到来，这可能是 AI， 可能是混合现实，或者是什么更新的技术，我不知道。但我确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被深刻的改变。很多人在讨论 Vision Pro 这样的产品，到底是像 Tim Cook 说的一样，增加了人与人的连结，还是让人类变得更加孤单？或许这个问题，即使是在明年 Vision Pro 真正上市了之后，我们也不会得到答案。但我想说的是，再好的科技都无法取代面对面的触碰与交流，更无法取代身处大自然时带来的轻松与愉悦。所以，如果可以，还是走出家门吧。快乐可以是别人制造的，也可以是自己走到的。